卫星能源故障，主机自检中。能源板脱落，启动应急检修程序。检修失败，启动逃生程序。逃逸目标在T，高维塞西尔。快跑！艾伦，快进来！先在这里躲一躲吧。谁胆敢闯入塞西尔家族地下城？可恶的家伙，还敢耍花样，想跑？别杀我呀！比起这个，你们老祖宗的棺材板要压不住了。别耍小聪明了，把东西交出来。等，这，好吧，又白干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！难道那些畸变体早就进了这里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干了什么？别赖我呀，我可什么都没做，只是进来躲躲。这里是……姑妈，解决了！这……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他们又来了！二英雄，瑞贝卡！快呀！火球！搞定了！
语言沟通不存在差异吧？先祖大人也不是什么骂人的话吧？你们说的先祖大人，指的是我。你们的民风民俗有敲脑袋泄愤的传统？那你们打我干嘛？欺师灭祖是几个意思？可是你已经沉睡700年了。700年。看来我得尽快适应新的身份。经历了那次空难，我来到了这个世界，无奈灵魂被困在卫星上，度过了几十万年的漫长时光，直到卫星故障总算是落了地。如今看来是成了了不起的大人物了。刚才的举动，应该是这具身体对那些怪物的条件反射。姑妈，他怎么不说话呀？说不定是个恶灵啊！恶灵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高维赛希尔。高维赛希尔，姑妈，真的是先祖大人，不是恶灵。难道先祖真的活了？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叫我先祖？尊敬的先祖大人，初次见面，我叫瑞贝卡，这位是我的姑妈哈迪，我们都姓塞西尔，是您的后代，所以才叫您先祖。我的后代？那你就是塞西尔家现任领主了？那个大人，我才是。啊，是你？哼，也难怪选你当领主，讲究。大人，您是在夸我？你敲人的力道确实强别人不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人，对不起。大人，看在他为安逝世的份上，请原谅他。没关系，其他人呢？这位是拜伦，我们的家族骑士。至于他，他是吵醒您安息的盗贼。什么盗贼？我名叫琥珀。哦，琥珀不是盗贼，那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要不是你进来打扰，先祖大人怎么会醒来？不是我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干。这位大人明明是自己醒的。明白了，你们被怪物追进了城堡，不巧碰见了偷东西的人，偷东西的人倒霉，又碰见了城主人，也就是我，刚睡醒。于是你怕我是恶灵复苏，给了我一闷棍，没错吧？姑妈，700年前的人说话都这样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孩子。领主、法师、骑士、盗贼，这下职业算是齐了。配合好倒是能直接开黑了。你要干嘛？先祖大人，别担心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先祖大人，您真的是来帮助我们的？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醒的。不过，既然你们是我的后代，我自然会帮助你们。看情况，还是先活着离开这里吧。出去的话，城堡中庭和正面入口都已被怪物占领，不可能原路返回了。正路走不通，那就走旁门左道喽。无礼！大人如此尊贵，怎可和你这种人一样？切，爱走不走。琥珀小姐，以你的专业视角看，路有几条？路倒是有不少，只是你们是贵族，我这种人的路不好走的呀。也许你能找出一条适合贵族风格的路。这样，接受塞西尔领的终身领民身份，也许就能更名正言顺一些。你们觉得呢？赫尔蒂、瑞贝卡。我没意见。琥珀小姐确实不是领民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听先祖大人的。琥珀小姐，有，
有一条勉勉强强的路啦。不过你们得答应，不再追究我挖你们祖坟的事就好。我就说你是个盗贼！我答应你，如果真能出去，我会再追加奖。3连必收到，成交。这个地下城分为3层，这里是最下层。穿过中层的机关道和陈列室，有一个暗道通往城堡外的大土山。大人，您真的相信这个盗贼？盗贼里也有佼佼者，只是不知道这位小姐水平怎么样。这么熟练，高手。开锁术是我们这行的标配，这点基本功对我来说太简单了。卑劣伎俩，也好意思炫耀？哼，您高尚，有本事别跟来啊！你，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，还是快走吧。这里是机关室，你们要跟着我的脚步走，要是踩错了，后果你们可是知道的哟。琥珀小姐，这条路只能这样走吗？不相信的话，你们尽管优雅的过来喽。走吧。先祖大人，这里记载的是700年前您带领先民开拓新领地的事迹。我真的睡了这么久吗？是的，先祖大人。700年前，那是塞西尔家族最为耀眼的年代。可惜，现在的塞西尔家族已经没落了。700年来，发生了许多事。英勇的先祖大人，如您所见，家族的领地被那些怪物袭击了，所以我们才躲进这里。唉，不肖后代竟然留下了这么个烂摊子。等出去以后，您可以帮忙把他们赶走，对吧？放心吧，瑞贝卡。先祖大人可是当年抵抗魔潮的开拓者。请容我。先祖大人好棒！放心吧，这是先祖的分内之事。看，那个甬道的尽头就是出口了。放轻松，我们有2个骑士，还有2位法师助阵，甚至还有1位熟练的盗贼，足以对付他们。先祖大人，我虽然是个法师，但是我只会火球术。只会1个法术？你在逗我吗？那哈利呢？先祖大人，姑妈她的法术从来就打不中人。好吧，大家听我指挥，用群狼战术，把他们引入机关道。戴伦，你负责把他们引到吊灯下。一旦到达位置，瑞贝卡，你来打断吊灯。接下来，他们就会来追瑞贝卡。瑞贝卡，你来带路，把他们引到你姑妈面前。这么近，应该就能打中了。最后，由琥珀带路，我来把他们引入机关道。
可真有你的！是刚才入口处那只。不行，好不容易又能当个人，我可不能死。耶，成功啦！终于出来了！这一下可麻烦了。先祖大人，先祖大人。大人，您找什么？手机啊，拍个照。拍照？那个，这里的太阳一直都这么大的？大？哦，现在正值魔潮爆发，等过了这阵子就会小些。这是近些年太阳变化的规律。你刚刚说什么爆发？全完了！姑妈，塞西尔岭还能重建吗？也许吧，孩子。和700年前一样。历史重演。当年即便提涌现，刚铎帝国便从内而外都腐化成了这副模样。这片领地算是没救了。这不是简单的规律。逝者如斯，不舍昼夜。尘归尘，土归土。这还有龙！没想到能亲眼见到如此高洁孤傲的生物，优雅而强大，最古老的存在。也不知道一片龙鳞能卖多少钱。也许他能帮我们赶走怪物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败家子孙败光了地喽！看来我们只能先去其他城堡了。其他城堡？是啊，堂堂塞西尔家再怎么落魄，也总会有那么7、8个……哎，我们家就剩下这一片领地了。的确如此，没有放租放地，也没有不动产抵押。放租放地，倒是有租别人的地。哪儿？您睡的那块地。啊！地下城是租来的，一直在续约。要不咱还是回去住？啊？
又脏又臭。把这些塞西尔来的贱民赶开点儿，别挡路。是，大人。贱民，滚开！还没打听到瑞贝卡丫头的下落吗？还没有，大人。菲利普大人，坦桑镇，怪物出现后，菲利普就带领其他的领民逃到那儿去了。明白了，先休息一下吧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运戒，魔导器的一种，可以自由收纳和取出物品。运戒是贵族专属品，根据爵位高低，质量也不同。您的是最高级的。啊！哇，好东西啊，高端。大人，您怎么？运戒嘛，我有印象的。刚醒过来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回忆一下。真小气！怎么没反应？大人，如果越级发动魔法，就会被其排斥。排斥？什么意思？瑞贝卡，帮他点火。啊，好。喂，小心一点啊！再将火焰召回。这，喂，不要欺人太甚啊！对不起，琥珀小姐。如您所见，大人，瑞贝卡虽然掌握了火球术，但是很难掌握逆向召回火元素这样更高级的法术模型。运戒的魔力有限，无法对大树启动空间转移，也是一样的。是吗？如果多线程进行呢？接个活。运戒确实无法直接收纳这么大的数，但是并不代表拿它没有办法。瑞贝卡也不是无法操纵火元素，在你们的认知里，它只能使用些简单的法术模型。GPU 不够，优化来凑，懂不？ GP 优化。控制不好魔法，无非是计算力不够喽。GPU 就相当于人的大脑，如果法师能够多线程处理，比如可爱的小瑞贝卡。 现在只能勉强用火球术，而且火球又小又慢。但是如果能够提升你的 GPU 速度，不再是单线程，你同时发一大堆火球都能。关键是提高线程。线程？哎，我本来还想解释一下0和1。瑞贝卡，我们再试一次，这次尝试分成多个小火球。 逐个将它们召回。明白了。
好像是魔能紊乱。塞西尔，记起你的身份，物有本末，事有始终。你做好履行交易的准备了吗？交易？什么意思？也许该换个你更熟悉的方式。700年前的交易。这是？哼，有趣。我还是……原来你在这儿啊！你已经做出了选择。喂，等等！喂，醒醒啊！喂！哎呀，醒醒啊，醒醒！干嘛？醒了都不说一声的吗？算了，存上就存上了吧。什么存不存上的？你刚刚掉进了暗影界，是我把你拉出来的。暗影界？大人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居然能进入暗影界，只有少数熟悉暗影界的高阶法师才能办到。你是怎么？切，我是暗夜女神的神选，行不行？别闹了，大人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回忆和变革。那些领民怎么样了？都分配了劳作任务，每日工作半天，1周休息2天。荒唐！那可是塞西尔领的人。是大人，我这就安排他们休息。休息？他们被瑞贝卡管得实在太不像话了，你还让他们休息？那早9点到晚9点，没有休息日。可，大人，不让休息的话，那就1周歇1天吧。遵命，大人仁慈。塞西尔领早晚都是我的。大人，您刚说什么？这个，瑞贝卡子爵驾到。还活着，请他进来。我亲爱的小瑞贝卡，好久不见了。你是？好久不见，安德鲁大人。好久不见。菲利普，你没事，太好了。安德鲁大人，麻烦您了。嗨，客气什么？哎，坐。这次来是为了领民的事吧？是的。塞西尔领的噩耗，我对此深表同情。放心，领民已经安置妥善，在我的领地内，没有人会因伤和冻饿而死。再次感谢安德鲁大人。尽管我很乐意做个慷慨的人，只是今年这个收成不太好啊。菲利普骑士应该带了大批金银，那些理应。理应？那批金银已经抵去了治疗他们伤势所用的药材，很多东西都还没有。放心，我不是趁人之危的人，
只是你也知道，收容领民还是很花钱的。可安德鲁大人，我们已经……已经没钱了。啊，您放心，我们不会欠您钱的。啊，那这些你准备怎样偿还呢？如你所见，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。不过，什么？你可以用领地来偿还吗？这……按照安苏律令，同级贵族无力偿还债务者，必须无条件割地。而你我都是子爵，小瑞贝卡，听话。还是听我的吧，塞西尔的领地一块儿都不会给你。你是谁？你好歹也是个贵族，这把剑应该认识吧？这是啊，开拓者之剑，这怎么可能？高维塞西尔已经死了快700年了。哦，还挺识货。既然如此，那么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相信剑是真的；二，你不相信，我让你相信这把剑是真的。3、2、1。大人，原来是您呐！您可算回来了呀！哎呀，我是您忠实的追随者啊！您看啊，您亲自授予小人祖上的锦旗、勋章、雕像。这个不是那个，反正小人可都是如数家珍，悉心保存呐。你是我的粉丝？粉丝？你对我了解多少？啊！您是伟大的开拓者，安苏开国7将军之首，尊敬的南境大公高维塞西尔啊！没想到安德鲁居然……都是演的啊！不过他还算是有眼光，懂得怎么去投资。先去看一下领民吧，安顿好大家，要尽快出发了。去哪儿？王城。大人，您真的相信他就是高维塞西尔？高维塞西尔拥有铸币权、豁免权、永久开拓权，甚至是王位的继承人。假如他是真的，我们可就赚大了。畸变体产生于刚铎时代，魔潮爆发时异常活跃。这又是什么？怎么了？着什么急嘛？
别睡了，我们该进城了。亨利，老弗朗西斯有几个儿子？共有2位，现任国王弗朗西斯2世是次子，长子多年前死于病痛。病痛。喝，来喝。我以塞西尔之名起誓，说的全都是真的。那可是个大新闻啊！你确定？听说了吗？塞西尔那边冒出了魔物，还有啊，那个威震四方的开拓者高维，居然复活了！啊，真的假的？那还有假？我亲眼所见，他的腰比那酒桶还粗，他的拳头比这酒壶还大呢。是吗？这可是个不得了的大新闻。陛下，维尔德公爵、罗伦公爵、法兰克林公爵求见。哦，3个同时求见，是为了那个开拓者复活的流言吧？正是。安排吧。还有一事，陛下，安德鲁莱斯利子爵有一封加急密函，声称需直接交给您。一个子爵。一封密函。我让安德鲁如实向国王汇报塞西尔岭发生的所有情况。国王应该已经知道我们要来了。可，区区一个子爵的汇报……放心，拜伦和菲利普已经把我复活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，国王一定会重视的。不过还不够，到了王城还得按计划行动，再加一把火。老板大气，感谢投币，您尽管吩咐。再往上点。是啊，对，就这，就这。对啊。说起来，明天就是国王登基庆典日呢。庆典日？也正适合见见国王大人，是吧？看来一切进展顺利。亨利、瑞贝卡，开始行动。是。就是这个人。为什么不拔剑？我可没有朝子民挥剑的习惯。放肆！小伙子，眼熟吗？这是开拓者之剑，这开拓者之剑就像复活了一样。向南境大公致敬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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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剑这么好使？公爵，请原谅，对您的试探是我的擅作主张。
我也不想乱来，只不过身为王子，不能轻易相信那些开拓者复活的流言。其实到现在，我也只相信了一半。埃德蒙·蒙恩，高维塞希尔。所以，我们现在是要去哪儿？您的故居。故居？如今这里是我的私人收藏馆。国王召见您之前，您就先在这里休息吧。得来全不费工夫。我为您开门。喂，小心！啊！是火球法术陷阱，有人行刺。来人，保护王子！等等，大人，那里危险！比起这里，你更应该关注整个白银堡的安全。是，全城警戒，严查刺客。是。秘银宝盒果然藏在这里。无论如何，现在白银堡的人都知道您回来了。哇，这发生了什么？嘘，来得正好，今晚去王宫，帮我捎封信。尊敬的国王陛下，我是瑞贝卡·塞西尔子爵，有幸，国王陛下诏令。国王只召见您一个人前去。大人，没事。高维觐见。报上名来。高维塞希尔。哼，无耻的塞西尔人，竟敢自称高维！哦，英灵在上，请饶恕这个无礼的人。阁下若真的复活了，也请拿出证据。毕竟塞西尔家几百年来一直无所作为，这次恕我实难相信，不是某些宵小之辈为博眼球而借尸还魂。维尔德家族只求安苏永盛，南境塞西尔岭是安苏王国的神圣领土，现在却变成了这副模样。难道塞西尔大公从墓里爬出来，是来替他那不争气的后人承担责任的？哼，你是罗伦家的吧？老罗伦在700年前给我擦马靴的时候，我似乎赏过他半个爵位。马靴公，你左右靴子穿反了。
还有可怜的老法兰克林，他不干不净的嘴害得他丢了一条腿。我们教会了他什么叫做礼貌，至少这个教训，传承的还不错。老维尔德天生是个面瘫，我让他娶个活泼点的南方姑娘，多少能中和一下他那张脸。可是他偏偏不听，现在看来祸及子孙了。我先来回答你们的第一个问题：我究竟是不是高维塞西尔？密林宝库？哦，都是宝库会员呀。宝库使者说明来意。我受高维大人召唤而来。没什么特别的，我只是想让你鉴定把剑，再确认一下我的会员信息。竭诚为您服务。开拓者之刃，刚铎魔导造物，初始品质为传奇，不可磨损，不可熔铸，特性属于开拓者所有。魔力逸散严重，使用者会悉心保存，品质降为精良。建议联系宝库相关人员进行回收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遵命。所有者高维塞西尔，拥有永久会员权限，确认无误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。我的身份，大家不会再怀疑了吧？然后是第二个问题，我此行的目的。我想请国王大人和我共同回忆。这怎么可以？都退下吧，我想和高维清单独聊聊。高维塞西尔，国王大人，你不觉得有些过分了吗？哦，你派人把塞西尔岭的遭遇传遍了全国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复活了。为了引起关注，甚至你还点燃了自己的故居。那是个意外。我首都核心的景点房本来只打算搞点动静，没想到这帮不知柴米贵的不孝子孙直接给我炸了。哼，荒唐。但不得不承认，很有效果。全国都以为你遇刺了，我还不得不派人去保护你。身为国民的回忆，你还真是高调啊！哼，不及陛下的半分，谋害兄长，借力上位，悄悄成为国民的旗帜，您还真是低调啊。他是因病痛而死。昨天晚上您应该收到我的密信了吧？你不该写那封信。你应该知道，现在你的家人们还都被包围着。您也应该知道，信里的内容，刚刚在座的几位大公以及您的儿子，会很感兴趣。诋毁国王可是死罪。诋毁？这把剑曾沾染了您兄长的血，想要鉴定一下，恐怕也不是什么难事吧。10年前，你兄长意欲篡位，而你出手阻拦，让这把继承者之剑沾上了他的血。这把剑怎么会在你手里？你的继承者将这把继承者之剑藏在了他的博物馆，恰好也是我的故居。哼，谁知道我还能回来呢？而你为了不让兄长背上叛国及弑亲的罪名，宣布他因病痛而死。随后，
你又将这把继承者之剑作为象征赐予了王楚哀的梦。如果没有这把剑出现，这些事儿就永远消失了。你究竟想要什么？身份的官方认可，以及我的永久开拓权。与之相对，您的过去和这把剑，我可以一并忘记。国王诏书：安苏帝国弗朗西斯2世颁布，保留高维塞西尔公爵爵位及永久开拓权，即日生效。大人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大人，大人，接下来出发，前往黑暗山脉。看看结果。好嘞。这里没有大批的怪物，也没有什么恶魔领主，只有黑漆漆的山和黑漆漆的树。还有呢？还有。我强调过，地质、气候。还有黑漆漆的地和总觉得黑漆漆的风。总之全是黑的，不会叫黑暗山脉。唉，就不该选你当地理课代表。课代表？大人，我们真的能在这发展吗？黑暗山脉，为什么选这儿啊？除此之外，安苏境内哪儿还有丰饶安宁的无主之地呢？那是最靠近魔巢废土的地方，可和丰饶安宁沾不上边。所有的地方在被开拓之前，看起来都是既野蛮又危险的。这里的林业、矿业、水利基础条件通通满足，100年来无人打扰，没有比这儿更适合发展的了。自信点儿，我们不光要建立起新的家园，我们还要建立起一个新的时代。大人，到了。好冷啊！谢谢。大人，这里看起来没那么容易被征服。补给可供我们支撑一段时间，尽管在这里扎营，叫上所有人，有活干了。道谢，走。首先，身为资深生存类开拓者，我要强调3点。第1点，积累。第2点，协作。我需要你们放下身段，与领民甚至是农奴进行协作。这在塞西尔家很容易做到。第3点，耐心。从零开始，慢慢来喽。没错。接下来我将进行具体安排。菲利普，你与领民相处最久，由你来打头阵。尽管吩咐。想致富，先撸树。此处树木繁茂，尽情开垦，但切记保留树种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接下来，赫蒂，你负责打通从这里到坦桑镇的运输。我。白水河顺流而下便是坦桑镇，而坦桑镇最缺优良的原木，你来交涉，用木材按需换取其余资源，打通经济。
好的，大人。琥珀，还有我呢。盯着那些木材，别让它们飘没了。好过分！给钱的。哎，好嘞。该让一个贼盯着。喂，说好的协作呢？哼，你除外。你不光是盯着木材，琥珀也要一同勘探河畔的情况，这才是你主要的任务。阿嚏！而瑞贝卡，是的，大人。多喝热水。好的，大人。哎，劳烦这个放到那边。对，这边啊。好，来，来，好。一块水晶。哦，竟然还能与卫星保持连线，这下可方便多了。菲利普，啊，大人。第一步资源积累的如何了？林木及矿产储备充裕，坦桑镇那边也很好说话，只不过，怎么，有些过于充裕，甚至饱和了。现在都是一些原木和原矿在等待加工。现在我们要步入第二个阶段，按上面所写的扩建营地。没问题，大人。那是什么？我的遗产。大门由纯子钢打造，用你的匕首是撬不下来的。先祖大人，你快来！果然如您所说，这里藏着刚铎时代的遗迹。这里靠近南境魔巢废墟，近100年来无人勘探，除了我，没人知道这里面藏着宝贝。宝贝？哪有宝贝？700年前的宝贝，请看。这么大的宝库都没人管啊！也是多亏了皇室100年前的内乱，这里的事情断了传承。所以，先祖大人，我们真的要进去吗？放心，这里不会有畸变体。瑞贝卡，接个活。好。16中队科尔，长眠于此。曾经魔巢的腐败力量笼罩黑暗山脉，16中队在此殿后阻拦追兵。等到魔巢消退，已经没有人记得这个地方了。这里并不全是刚铎时代的遗物，似乎年代更为久远。不知道，在我们来之前，这里已经是片废墟了。走吧。好，该我啦。
金币、敦辉硬币，还有真正的三叶金花硬币！我的天哪！老板，咱们要发财了！这些才是好东西。啊！哎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！哎，我看看，别小气嘛！是附魔武装，刚铎士兵的杀手锏。可惜，魔力一散严重啊。届时会拿给 Hardy 做原型机改造。总之，新塞西尔岭的发展全靠他们了。先查点一下数量，然后召集士兵们。可领地发展全靠他们了。消消气啊，我亲爱的。谁是你亲爱的？总之，当季作物有提前枯萎的趋势，收成并不好。支援新塞西尔岭发展是可以，只不过……你又想要什么条件？可能要涨个价。不许涨价。那也许可以。不行。饶了我吧，赫尔迪女士。坦桑镇的人也是人呢。我需要和高伟大人商量一下。请便，请便。高伟大人，听得到吗？琥珀，那烛台有问题，快丢掉它！好像有人叫我。又在发什么呆啊？先祖大人肯定在想特别重要的事情。切，哇，好大的宝石啊！归我了。影子。王都传来消息，高维大人被魔潮包围，刚铎保不住了，快带着领民撤退！人类忤逆不了神明，这不可能！快！高维大人，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哒哒，哇！干嘛呀？那可是我的宝贝！你的宝贝差点害死我！害死！先祖大人，琥珀都对您做了什么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坦桑镇那边怎么样了？遇到了点麻烦。告诉安德鲁，要是担心坦桑镇民众的温饱，就把坦桑镇划入新塞西尔岭，我来管。要是还想自治，额外条件给我免谈。明白了。拜伦，除了钱币、水晶和武装，其余宝藏全部封存。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许擅入这里。对上面，大人。大人。好。高维大人，营地构建如何？初具规模，
按照您的要求，包括居所、铁匠铺、伐木场以及农庄都正在搭建。来，进来。就等你了。全部反攻！全部？可这都是领民们辛苦。菲利普，不，我要向所有人重新声明一件事。无论是在腐败的土地，还是在丰饶的田园，亦或是这片漆黑的旧土，我们面对的敌人，已不再单单是某位贪婪的贵族，某位难以搞定的国王，亦或是不知哪里冒出来的魔物，和那些心怀叵测的领主。敌人永远不止一个，我们也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是谁。他们的目光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我们，等待着吞噬掉我们的每一个机会。但是我想说，在所有土地未完成开拓之前，我们的敌人也许只有一个名字，那就是得过且过。共需建设74所民居，12所公共建筑，而领地可劳作领民共计392位。菲利普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瑞贝克大人宅心仁厚，在塞西尔领地，类似工作我们都是由领民自觉劳作。自觉劳作，觉悟很高啊。领民体格不一，男性可以承担大部分强体力劳动。女性及儿童则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所有工作自觉自愿，其中能者多劳，能干的多做一些。若有些工作没有人愿意做呢？大人，我相信塞西尔的子民会为自己的家园而努力的。相信？没人指派，公事谁来干？能者多劳，也能得到更多的奖励吗？工期如果延误，又由谁来背锅呢？菲利，大人，我愿承担重建任务，届时我将亲自验收。先祖大人，请相信我们，没问题的。也许你更了解他们，就由你来背锅。啊不，交给你来负责吧。是。所有人按照预先分配位置搭建，建材不够，随时找我登记领取。再让一下。大人，交给我们做就好。说好的自愿，我也要为建设领地出一份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一点。大人，小心，小心。拜托，用你的运戒呀。他觉得这样会更有成就感。东西都找来了。我几乎动用了整个安苏大图书馆的资源，这让我想起了
我还是学徒的时候。没有什么技能点是无师自通的。当时上学的时候最烦看文献了，地质学、贵族礼仪学、高等炼金、高维塞希尔运势。何弟，怎么了？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打算几时出家呀？大人，我。这个水晶样式很刚铎，是从哪里弄来的？来自密银宝库，我的遗产。你刚说它样式很刚铎？毫无疑问，它与魔力结晶一样，都出自刚铎时代。似乎运界的魔力能与它产生共鸣。我明白了，这个水晶就像是一把锁，封印着某种能量；魔力结晶就像是一把钥匙，能将其打开。只是运界的魔晶太小，不足以唤醒它。这个够大了吧？怎么打不开？精神频率重设，正在重新建立连接。视距调整中。3、2、1。年龄743，这个拜伦。监听模式开启。来，打把手！哎，借过借过。新领地，新房子，漂漂亮亮的。又脱了。哎，讲什么自愿领取，谁愿意多干呢？小心些啊！自己给自己盖房，你还有啥不乐意的？那还有公共建筑呢，不也得咱们干吗？嗨，管他呢，糊弄不就完了吗？啊，菲利普，你们呢？秃鹰呀，你又想干什么？警报！警报！巨行星活跃度提升。大人，高维大人！怎么了，大人？拜伦，你，怎么了？没事。最近太阳活动是不是更频繁了？确实，这次赤斑活动比往常持续的更久一些。跟我来。大人，去哪儿？抓贼。哇，营养早餐！什么嘛，真是穷酸！
下次还敢？不了，那就罚你去办件事。办事？这个嘛，下次一定。出份儿了。县主大人，咱们真的有必要做这么详尽的人口普查吗？不然呢？大人，离验收还有多久？还有些日子。照目前来看，所有住所定能如期完工。如期？那边也如期吗？啊？这……让此区域的所有人停工集合。这里是磨坊，以后所有收获的谷物将在这里加工后分发，它将解决我们大部分人的温饱。而现在，只有地基不说，就连整个规模都缩水了至少一半。给个解释吧。大人，这是我的责任，确实如你所担忧的，有些工作认领并不积极。也许比起建磨坊，他们更想先有个稳定的家，所以优先造了住所，而没来得及造公共设施。是的，大人。县主大人，领民们真的很辛苦的。是啊，大人，也是多亏了您，手头吃的还有不少。但是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也不能天天住帐篷啊。大人，不是我们不想建，这不是任务安排满了吗？有，这回又安排满了。领任务的时候，你不是拍着胸脯说公共建筑都交给你了吗？谁说的？我今天才接班。他，本来该他干的。哎，你说谁的？什么叫公共建筑？就是大家伙一起干。什么时候就该我了？谁让你这么卖力气？全显着你了。你不干谁干？我多干还有错了？你们两个，跟我来吧。为了食物的加工以及分发更方便，磨坊安排在他们住的地方。即便离住处很近，他们搭建时尚且不努力。而安排稍远一些的魔法工坊、铁匠铺这些，根本就没人愿意专门搭建这些东西。汇报调查结果。好嘞。此处共计11所建筑，近期共18人参与搭建。顺便一提，我是其中之一哦。而且是最辛苦的那个。有完没完？但另外的17人看起来像劳作，其实是没被发现吧？这么多材料，少一点应该发现不了。没事儿，都是为了领地大发展，再申请就好了吧。这17人打着领地发展的名义，悄悄挪用公共建材，哎呀，鬼得很呐！这怎么可能？对比一下申请建材明细就清楚了。大人，我相信塞西尔的子民会为自己的家园而努力的。没有规矩，就算无人挪用建材，公事往往也会被随便应付。旁人都不当回事，自己何必那么认真呢？得过且过喽。大人，我自愿接受惩罚。召集全部领民，稍后见。您要去哪儿？约法3章。快走快走，新领主好像有话要说。啊，那个大胡子？塞西尔的领民们，我有事情要说。
你们都应该知道，旧塞希尔岭已经不复存在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们要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塞希尔岭。以下我将宣布3件事：第一，即日起，新塞希尔岭废除以往所有的身份等级，所有岭民不再强调贫富贵贱，而统一为新的唯一身份——开拓者。开拓者什么？所谓开拓者，就是在新的土地上不断冒险、探求、开拓的人。成了开拓者，只要做出贡献，就可以每月在我这儿领钱。领的钱不够花，还可以在我这儿借。顺带一提，借钱没有利息。领主的钱还能随便借啊？还有这种好事啊？成为开拓者有什么好处啊？这就是我要宣布的第2点：开拓者任务制。接下来我将颁布一系列的任务，比如建造房屋、修建道路、开掘矿山等等。无论哪种，只要交付任务的时候达到标准，就能换取奖励，并算作对领地的贡献。简而言之，多劳多得，不劳不得。嘿，凭本事吃饭，早就该这样了。第3，开拓者奖励制。其实几天前，在场每个人都领取过一个任务，任务完成度参差不齐，但既往不咎。从现在开始，每轮任务中前10个完成且合格的人，作为奖励，不但有肉吃，而且优先获得学习魔法的机会。这是贵族的特权啊！在新塞希尔岭，没有什么是非谁不可的特权。当然，能否学会，还要看你们个人对魔能的适应性。太好了，我们也可以学习魔法了。以上3个规矩即刻生效。距离第1轮奖励结束还有40个小时。该回去了。我们也走，先踩我脚啊！你踩我脚干啥呢？大人，让平民接触魔法，真的可以吗？每一个新时代的到来，都是对旧时代的大逆不道。相信我，当然，也要重新相信他们。原来先祖大人让我普查人口，是为了登记每个人的信息和任务类别，再依次登记贡献的呀。然后再根据贡献，挑出几个能当管事的人。唉，我终于活成我最讨厌的样子了。打工的是不可能一辈子打工的。先祖大人，其实还有件事。这么算下去，我们的钱都不够发任务奖励的呀。跑路的是不可能一辈子跑路的。大姐胸襟宽广，大人大量，行行好借好还。如果到期未能归还，您会被列入拒绝往来黑名单。黑名单？您知道后果。原来密银宝库也有黑名单这东西。末朝将至，末日来临。大人，这下可麻烦了。没错，好日子结束了。入冬前，新塞希尔岭一定要发展起来。又失败了，先祖大人的设计还真是难搞啊。姑妈，见到先祖大人了吗？没有。啊？哎，你来的正好。瑞贝卡，你来试试，
能不能把魔力水晶切分成指尖大小？这是。以上便是爆炎术符文的应用，请大家课下好好练习。好，记住，每次任务发布，前10位任务完成合格的人，都将获得学习魔法的奖励。解散。哎，你哭什么？没想到这辈子有希望在30岁之前就能成为魔法师了。做得不错。大人，这年轻人，你要知道大力出奇迹。你看，太阳也不过就是大一点的火球而已。教他们这个，是不是有些为时过早了？菲利普，之后还要再拜托你给他们强调一下符文的使用安全。啊，是大人。先祖大人，怎么了？姑妈完成了原型机。啊？何丽，大人，您设计的通讯器研制成功了。通讯器由魔晶作为能量源，无需法师施法，不懂魔法的人也可以通过它彼此远距离交流。魔晶能量可以撑3天。很好，能够量产吗？可以，只是需要点时间。出什么问题了？没事，只是一些小麻烦。啊，那辛苦你了。尽量。嵌入符文，点火，计时，势头正旺啊！大人，一共练了多少铁？多亏了符文，大概已经练出原矿的1半了。哦，这么厉害啊！我们是用了火元素符文助燃的方法，才能有这么多的产量。没想到靠着魔法，我们这些铁匠也能有一番作为。符文冶铁，很好。替换符文。不过，大人，符文冶铁效果非凡，但如您所见，对符文的消耗还是很大的。这样的符文，你们一天要用多少？怎么也得110来块吧。菲利普，这样的话，领地剩余的符文材料只够用1个月了。长官，没有发现您说的那种痕迹。再去前面看看。哎，你说那种痕迹到底是什么呀？听长官说，好像是什么畸变体。符文可以不依靠法师，就能让普通人使用魔力，代价就是用1块少1块。这个问题很棘手啊。抱歉，大人，那个铁匠是第1个受奖励的人，而他又肩负领地武装的责任，所以我……不必自责，领地发展刚刚起步，成本难以控制也是正常的。
只是魔法需要的不是经验，而是长久。啊？抱歉，大人，我记得您笔记本上有这句话。没关系，继续讲。李民们没有魔法基础，尽管学会了一些术式，可依然无法把握魔力规律，这就会造成盲目的浪费。就像这块火元素符文，符文引导火元素的流转，只能让火升得高高的，但是也只能撑一小会儿。那有什么办法能提高使用效率吗？我试试看。慷慨的火啊，请您重燃。单一的元素孤独而无力，它需要有个伴。含蓄的风啊，再无安眠。风能维持火的活力，但也需要有谁来盯着它们。庄严的土啊，请将之厚葬。燃烧吧！如此一来，风助火力，土又不让火烧得过分旺，符文便能撑得足够久。小瑞贝卡厉害了。只不过符文的材料早晚会消耗，如果能用真正的魔法阵代替，实现自充能就更好了。如此一来，全领工业就都可以实现魔能化了。全领魔能化，那样法师会累死的吧？效率问题解决后，接下来就是魔力充能的问题了。还记得我说过的变革吗？这简直是天才！它的名字叫魔网，充能的事它来解决。魔网可以从自然界自动提取魔力的法阵，不过好像还缺点东西。缺少让阵法启动的魔力介质。简而言之，缺少个启动装置。但哪里能找到呢？原来这就是您所说的刚铎遗迹。当年的开拓队伍从刚铎废土一路向北逃亡。大人，请走慢些。我们一边聚集废土上的幸存移民，一边收集各种资源，于是队伍越来越臃肿。为了摆脱畸变体的追赶，我们把难以携带的重要物资藏在了这个无意中发现的地下设施里。不好，可跑！但是作为刚铎时期的秘密基地，这里真正蕴藏的宝藏远远不止这些。这是什么？刚铎惯用的把戏，防贼用的。放轻松。我们建设魔网缺少的启动魔晶就在这里。这里是刚铎魔法造物。高维塞希尔，你真是自寻死路。果然是他。收到了警告，还不快走吗？
刚铎的法师以深蓝之井的稀有晶石为核心，研究出了能够从自然界自动吸取魔力的技术。可惜深蓝之井早已经被毁灭，那种稀有晶石也只能从刚铎遗迹中寻找了。就是它，让这里拥有了源源不断的能源。怎么收回去了？防御系统被激活了。难道我的身份认证失效了？麻烦了。刚铎的那些家伙真是不留情面。这种频率的攻击，即使是我，也无法支撑太久。必须想办法关掉机关。魔法回路，所有的机械眼并非一直在运转，一个机械眼射出的法弹会进入另一只眼，并触发这只眼的充能，再发出下一道攻击。如果没有法弹射入，机械眼则会休眠。明白了，大人，请让开。刚铎的法师利用这种接力开启的方式，实现持续强大的攻击。既然机关是靠射入的法弹激活，那么只要让所有的机械眼将法弹全部射出，然后改变法弹的运动轨迹，让其无法回收，机械眼就会进入休眠，不会开启下一轮攻击。应该就是这样。爆炎法阵。干得漂亮！有了这块魔晶，我们的魔网就算建成了。如果我是个高阶法师，也许只需要一发强力射线，或者强力护盾，都能轻松解决这个局面。果然，我还不够强。刚刚那些法球的瞬时魔力，远比你想象中要高。换句话讲，我们刚刚是在钢丝上跳舞。莽撞的法师小姐姐，刚才是你赢了。让全民都能凭借魔法实现发展，总觉得还是像梦一样。那不是梦，只要思想解放，总能实现工业化、模块化的魔法应用。不过你说的也对，传统的魔法理论教学对于平民而言确实太难了，所以我们需要更便捷的教学方式。姑妈，找到了吗？接好了。但领民已经尝到了魔法的甜头，再换规矩，他们就更难接受了。没办法，谁让它这么精彩呢？好像您是个法师一样。赫利，我说的精彩，不是因为它有多强的破坏力，或者有多花里胡哨的招数。那是什么？它的精彩在于它能够摆脱身份，能让世界任何一个角落、任何一个人都拥有脱胎换骨的可能。在有的世界，它被称作元素力；在有的世界，则更为单纯，被叫做热能、电力。而我无法理解的是，明明它可以被共享，却总要成为少数人的特权。于是我打算换个方式。看吧，赫利，它不是特权，它是进步。
您好，贝克大人。这把剑上斩过恶龙，下斩过卷心菜，拿来种地也是相当好使啊！友情价，打个5折，归你了啊！看虎。只要夜深人静的时候摩擦这个虎把，就有10%几率出现许愿仙女。仙女，只有价2折，卖给你了。珍奇古玩、皇室秘宝，以后都可以找我买啊！大师，我这儿也有个宝贝，您也帮我看看。走。古董鉴定也是我的业务之一呀，老兄，你要鉴定什么？这个，既没有砍过恶龙，也没有切过菜，种地也不太好使，只是砍过畸变体。你见笑了？那个，我有点憋得慌，容我先放个水啊。喂，老皮，我把你的新上司带来了，跟着他混，你可要老实点啊。皮特曼·劳伦，自称德鲁伊，对植物生长有充分经验。我可是花了好大的功夫才把他救过来的。5险1金，包吃包住，欢迎来到新塞希尔岭。领地皆由魔网初步实现了魔能生产。简单来讲，魔能可解放领民的双手，强化工作效率，而魔网能够自动吸取自然魔力，再为使用中的法阵充能。像这样循环往复，领地发展就能一直进行下去。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。大难临头啊！大难临头？没错。然后呢？这个嘛，加钱的话可以直接谈，这些话还是省省吧。别走啊！我业务很广的，价格好商量，好商量。那你会种地不会？种地？想落户先种地，没口粮心慌慌。我爸，我们那代人都有这个毛病，所以就让某个交游甚广的暗影大师找了个德鲁伊，显个神通吧，大师。好吧，看在琥珀的面子上，这瓶儿免费。可以呀，看来你还真是个德鲁伊啊。你跟琥珀很熟吗？琥珀呀，就是我把他带大的。你是他爸？不是，我是他养父的朋友。他小时候我们就制定了计划，要把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暗影力量专业人士。现在看来颇有成效嘛。难怪呀。总之皮特曼愿意为您效劳。接下来做什么？封你当农业顾问，你就先探探土地情况吧。不过大人，问题也许并不在土地上。配比，到底该用哪种矿石呢？不是这块。
伦，原来是你啊！瑞贝卡大人，您单独行动很危险的。本来是有些担心，但现在不是有你在吗？您在做什么？啊，大人让我研究一种叫做水泥的东西。水泥？不是这个。大人说，比起实木搭建，水泥造出来的房子更快、更坚固呢。明明是按照配方做的，但总是不成功。唉，这可比魔网复杂多了。魔网？啊，你还不知道它的原理吧？魔网就是将大的魔法阵拆成小的法阵，像网一样分布。就像这样，借助一种法力链连接起来，组成网，让每个小法阵都能提供持续稳定的魔力。要是去掉网里的其中一个，会怎么样？去掉1、2个还好，多的话魔网会瘫痪的，甚至会出现法力乱流，领地会炸掉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大人，这魔网由您一手搭建，还真是辛苦了。不辛苦，按先祖大人的话，总设计师就是干这个的嘛。拜伦，搭把手。拜伦。人呢？好久不见，拜伦大人。巴迪亚，你想干什么？老规矩，10声钟响定胜负。如果你还能活着，我就告诉你。钟可才响第3声哦。哼，怪物！变成他和你打，开心不？瑞贝卡，姑妈，快来帮忙！啊，姑妈！哼，谁能想到高贵的骑士其实是个……你这个疯子！响第6下了。
时间到了，可惜你输。你要知道，我们要做的事没人能阻止。如果你下次再插手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哦，我忘了，你更害怕的是真实身份被揭露，对吧？拜伦，你刚去哪儿了？姑妈呢？我听到她喊我。大人听错了吧？瑞贝克，快回来，领地有状况。知道了，大人，我这就回。走啦，拜伦。我的大人，魔力让人富足，也让人懒惰。既然魔力可以代替劳动，躺着不是更好吗？先祖大人，怎么啦？300多个领民愿意接任务的，却只剩下100来个。100来个？那其他人呢？听听他们的答案吧。我觉得吧，你体练的多还是少，和我没啥关系啊。粮食肯定够吃，剩下的扔了吧。粮食能值几个钱？那么多材料干嘛？反正挺桑镇也不收获了。开拓者，我已经很幸福了，不需要再冒险开拓了。领民的心态突然发生了变化，这件事有蹊跷。还有的说魔力分的不公平，他家的魔力被别家偷了；还有的说魔网不安全有隐患，拒绝使用。你好啊。瑞贝卡，从现在起，你和菲利普要加强魔网的保护，防止意外发生。是，先祖大人。我多2个金币，肯定还有人说您胡子拉碴，不修边幅。领地的风向出了问题。风向？黑暗山脉的特产不觉之风，能影响人的心智。原本风吹向荒无一人的密林，现在不知道被谁引到了这里。原来如此，有什么对策吗？钓鱼。我的大人，不如我把那些不听话的大懒虫赶走几个，或者让那2个骑士镇压一下。镇压你个鬼！他们在逐渐开化，有了主见，这是好事。这也叫主见？疑惑与逆反，本就是开拓和发展的必经一环，只是需要正确的引导。是，没了大人引导，我们都会在无知之路上一个个失踪。喂，大人，在吗？讲。有2个领民失踪了。失踪了？还真让这天眼找到了，保持警戒。看来还真有人不希望你们顺利发展呢。这些全是一人所为。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。合理，启动全领最高警戒战备，立即开始第1轮热能射线枪实验，魔能装甲全部解锁。大难临头喽！他的话是神旨，赐福我们。
虚无的黑被圣光划过，照亮我们。敬祝伟大的圣光神，您的追随者维罗妮卡。圣女大人，前方便是新塞希尔岭了。告诉士兵们，全体步行入岭。是。就是这里了。圣光给予我的启示已经很明显了。灾祸降临，厄运啊！这是厄运啊！我要见领主大人。你怎么样？合理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先祖大人，这些人突然发病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这也是不洁之风的影响。难说，但是肯定有人在搞鬼。先祖大人，大人，瑞贝卡，快来！他们要拆掉魔王一定是魔王带来了污染，拆掉魔王，害死我们所有人，再亵渎灵魂，我们都会没命的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得把它拆掉！拆掉魔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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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以塞西尔之名起誓，一定会守。菲利普大人，放心吧，魔王拆除后你会好起来的。快呀，快！拆掉他，拆掉魔王！伟大的圣光之神在上，请赐予我治愈的力量，指引庇护众生。我好了，我好了，我好了，我也好了，我也好了，我好了，好了！赞美无主，大家都好了，赞美圣光。太好了！你怎么样？你是？初次见面，开拓者大人，维罗妮卡向您致敬。
帝国的圣女？是啊，我的大人，维罗妮卡全名维罗妮卡·摩恩，是安苏国王最疼爱的女儿。全领发病，分分钟就治好了一半，不愧是圣女啊！但是你说她放着帝国公主的身份不要，却皈依了圣光教会。哎呀，谁知道呢？说不定是圣光神相中了她。不过，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传闻。传闻？传闻中，她总会及时地出现在一些发生灾难的地方，就像是她知道哪里要出事一样。总之，无论传闻如何，事实上，她所游历的地方总能出现一大批新的圣光徒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她有鬼？我可没说啊。无论如何，既然来了，我们还是要以礼相待的。其余的按计划走。是，我的大人。大人，圣女马上就回来了。不得不说，这下连我都被您迷住了3秒。走，钓鱼去。新塞希尔岭感觉怎么样？气候不够宜人，环境也不优雅，但李明善良又朴实，我很喜欢。哦，还真是中肯的评价。国王大人安康与否？他很健康。家父总向我提起您。都提起我些什么呀？他让我离您远点儿。啊？其实这次来，也是为了履行家父的一个诺言。你说的是那100位工匠，对吧？没错，他们明天就到。想必那100位工匠能让新塞希尔岭发展得更好。开拓者大人，请恕我冒犯。愿圣光保佑您。啊，对了，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有胡子的男人。喂！干嘛？刚刚为什么不理我？他明显有问题。别吵。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我有在盯的。我跟你讲啊，老皮，高维那家伙现在干活都不挣钱的。错了，听这个才对。神圣的圣光之神，一切进展顺利。如此一来，新塞希尔岭的人将无一例外成为您新的信徒。谁在哪儿？就这些？这还不够。先祖大人，何里？如您所料，维罗妮卡在治疗领民的同时，总是在打听领地的事。他还总是问我们会不会加入圣光教会呢。看来这下又要干票大的了。大的？珍妮，别东张西望。啊，是。科恩副团长，请务必安排好工匠们的交接。是，大人。除了圣女，可疑的还有3人：副团长科恩，一位工匠，还有一位普通的士兵。按计划行事。要给钱呢？下次一定
我，你是那个偷看我的小姑娘？圣女大人，圣女大人，真的是您！怎么了？太假了，再自然点。想必您能看得出来，我信奉暗影女神，与圣光无缘。但是，宽容的圣光之神会教化一切。说吧，你有什么事？真的吗？我爸爸也得了那种病，但他固执己见，不肯来治疗。没办法，我想拜托您前去为他治疗。拿出点诚意。这是我全部的积蓄了。带我去见他。就是那里。这个时候，摔倒。你怎么了？不用管我，爸爸就在里面，你先去帮他吧。谁？圣光女，你来干嘛？若不是你女儿的要求，你想干嘛？带上它。神圣的圣光之神，一切进展顺利。如此一来，新塞希尔岭的人将无一例外成为您新的信徒。你好啊，维罗妮卡。也许我们应该换个地方谈谈，不过现在还请你配合，否则我不敢保证德鲁伊先生会对你做些什么。原谅我再当一回反派。选吧，如实交代，还是……抱歉，圣光只会眷顾他的追随者。什么？换句话说，你的权限还不够，小弟弟。放心，开拓者，我来此的目的，一是为了确认宏伟之墙那边的畸变体状况，二是为了警告你，当心提丰帝国。我将会助您一臂之力，这不光是为了安苏，而是为了所有人。为了所有人。我的大人呐，这条鱼咱们可钓不起呀。也许它本来就不是我们要钓的那条。恕我直言，这下您大半的领民都将会成为圣光的教徒。这并不全是坏事。叛逆与反抗后的变故会让民众变得迷茫，这时候信仰往往能起到更好的作用。何况
我们还有的选吗？现在捉拿真凶才是紧要任务。真凶？改变不洁之风风向的并不是圣女，有人借了圣女的幌子，趁机做坏事，那个人才是真凶。是他们。是时候了，拜伦，行动！遵命，大人。我能 A 组就位，我能 B 组就位，兽王。别动 ！A 组追的科恩搜出了一封举报信，别动！这里是至高安苏的领地，你们竟敢私自让平民使用魔法！看来不是他。B 组呢？大人，这个卑劣的骑士盗窃了魔晶，还有前科，是个惯犯。把他带过来，我要审问。你好啊。我的大人，不洁之风消失了。